嫡姐素有才名，长得也极美，在嫁给誉王前，她不幸突生恶疾，婚事一下子落到我这庶女身上。我欢喜羞涩地嫁入王府，为誉王生儿育女，打理府邸，拉拢人心，数次遭遇危机和暗杀。5年后，誉王登上皇位，嫡姐的病也好了。爹和嫡母道：“当初夺嫡风险太大，才让你去帮你姐姐占着位置，如今也该拨乱反正。”夫君也劝我。朕会给你贵妃之位，你姐姐身娇体贵，今后一切都要你多帮衬扶持。我不愿，就被他们囚禁起来，一杯毒酒了结了性命。再次睁开眼睛，回到嫡姐病重那日，我垂着头，诚恳道：“女儿配不上誉王殿下，三妹四妹都比我强多了。”听见这话，嫡母愣住了，三妹跟四妹互相对视，脸上纷纷露出了喜色。我给出的回答明显超乎大家预料。嫡母稍微沉默片刻，一字一句说：“这是个极其难得的大好机会，你得慎重。”我故意装成没见过世面的样，小声说：“母亲，王爷是皇家的尊贵血脉，我不敢高攀。打小开始就只知道安分守己的过日子，以后能过上安稳富足的小日子，就要念一句谢天谢地了。”嫡母死死地盯着我，过了半天才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也不强求，那就把三丫头继当嫡女。咱们许家规矩森严，嫡庶界限分明。这才是礼仪门第该有的规矩。”三妹许之燕两眼放光，赶忙跪在嫡母跟前：“女儿多谢母亲成全。”四妹眼里闪过一丝嫉妒，可这也不关我的事。潜意识我心气极高，命运却很薄。从小我都以为才华和相貌绝对不输她，只不过在出身方面落了下风。故而当嫡母说姐姐病危，要把我当做嫡女，替嫁进王府时，我高兴极了。老天爷待我不薄，终于给我留了施展才华之地。我嫁进誉王府，同她感情很深，我接连为她生下2个儿子，帮她管理后宅，收服下属。为能让皇帝对她刮目相看，我经常带着儿子进皇宫，去给皇后问好。皇后双腿患风湿，我专门找太医学了推拿，3两天就跑去尽心伺候。誉王同他的兄弟争夺太子位，步步皆是死局，处处暗藏杀心。我甚至流产了1个孩子，还中了1次毒，历经千辛，最终好不容易在皇子中脱颖而出，把我的丈夫推上皇位。我原以为自己会母仪天下，2个亲儿子也会成为下任皇储的。但魏凛当皇帝后，姐姐的病突然痊愈，她天天陪同嫡母进宫来探望我，帮我带孩子。见到魏凛就眼波流转，含羞带怯。不到1个月，魏凛直接提出，朕要立她为皇后，你做贵妃。嫡庶有别，当初跟我定下婚约的人本来是你姐姐，你没忘吧？我虽然历经无数大风大浪，可当时还是心如刀绞。的确是因为姐姐病了，我才有机会替嫁。可我也是名正言顺上皇家育德的王妃，生了嫡子，陪你整整熬5年，没功劳也算有苦劳吧。双手虽止不住的在颤抖，声音却很坚决。陛下现在终于如愿坐上皇位，就要过河拆桥吗？朝堂上的满朝文武怎么看？史官会怎么写？魏凛瞬间沉下脸，冷笑：“你永远都是这副德行，市侩精明，到处算计，从不吃亏。你知道姐姐当年为何生病吗？她察觉到你私下里暗恋我，才故意装病来成全你。这些年来，她受的委屈可比你多得多。”我仰头大笑了3声。别告诉我这种鬼话你也信。若事情真这样，姐姐怎么不干脆忍一辈子，偏偏等陛下当了皇帝，才跑出来坐享其成？你！魏凛大发雷霆，转身走。我们双方僵持着，父亲与嫡母进宫劝我。父亲摸着胡须说：“当年夺位风险太大，才让你去替姐姐占着这个名分，现在大局一刀，理应物归原主。”哼，要没有你姐姐，你哪里来这般好机缘？你区区一个庶女，能安稳当上贵妃，已然是天大福气了。我不想听这种贬低辱骂，令人将他们赶出了宫。可当晚，我突然头晕眼花，晕倒在地，直觉告诉我被人下毒，但事发太快，我再也爬不起来。太医来诊脉，却断定我疯了，强行把我搬到冷清宫殿静养。我头脑发昏的躺着，渐渐丧失了意识。软禁时，魏凛只来1次，她对我说了一些话，可我全没听清。后来大姐也来过，她拉着我的2个小儿子，凑近我耳边嘲笑：“知瑜妹妹，谢谢了。”没过多久，我就咽气。死后魂魄飘在宫殿上空，发现自己死得悄无声息。后来大姐坐上皇后位，3妹4妹也接连进宫，分别当上德妃和淑妃。许家一时间权势滔天，风头无人及。现在我全想明白了，魏凛心里估计只有大姐，和我虚情假意周旋5年，也只是想推我出来挡枪，骗我替她去效力。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。等我该让位的时候，会毫不留情地送我下地狱。这种冷血到极致的伪君子，重活这世，哪怕死也不想看他。又过的几日
三妹正式被记到嫡母名下，算作许家嫡女。她和誉王的亲事也在有条不紊的筹办。王府送来许多丰厚聘礼，奇珍古董、丝绸布料、家具首饰，应有尽有。我随便瞟了一眼，好像比上一世给我的还丰厚。果然，在魏岭看来，到底娶谁不重要，我姨娘看得眼馋，私下里直埋怨我这等好事姑娘都要让给别人，真是一辈子没出息的命。我淡笑，只全当没听见。前世我什么风浪都经历了，现在只想过平静日子。我这般给脸不要，嫡母想必不愿认真替我找好人家。可我要是一直窝在许家，也很难安稳活命。综合考量，唯有找个清白人家赶紧出嫁才是。想到这层，我闭门盘算了几天，开始去祖母屋里献殷勤。祖母娘家有个侄孙叫方孝廉，曾经的方家也是豪门，无奈家道衰落，方孝廉双亲早亡，从小靠亲族接济着度日。可他人品极好，学问绝佳，如今已中举人。年幼时我们见过好几回，祖母曾想过把我许配给他，只可惜我看不上他家贫寒，每次见他态度都极其冷淡。上辈子我成了誉王妃，方孝廉也考中科举，入朝当文官。誉王有一次遭政敌攻讦，是方孝廉冒死给我报信，险些连累他连官都做不成。那时我便看懂了，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若我想出嫁，再没人比他合适。祖母看我多跑几趟，便猜出了我的心思，跟着开门见山问：方家可不如咱府上，你能吃得了苦？我思索下，严肃说：穿不起丝绸就穿粗布，吃不起好肉就吃粗粮。孙女觉得过日子安心最要紧。方家表哥人挺好。祖母听罢笑着摇头：哪用得着你去挨饿受冻？只是你三妹嫁给王爷了，往后落差确实挺大。我无比坚定道：如果孙女贪图王妃位，也轮不到三妹。祖母点头：好，那我等当一回红娘。其实是祖母看着你慢慢长大，晓得你是个好丫头，去哪儿都能把日子过红火。方家现在就缺个当家的人。没多久，祖母就把这事转告给嫡母。嫡母在私下嘲讽说：还真是个没骨气的。讲完便甩手不过问。我生母气得痛哭流涕。把你养得这般水灵，你偏要找个穷秀才，谁不清楚你祖母娘家那个亲戚早就破落了？你可真是我的好丫头，我怎么就这么凄惨啊！三妹听到后专门来道贺，她现在快嫁给魏岭，眼睛都要长到头顶上了。四妹为讨好她，故意踩我说：咱姐姐眼下这还一样，等三姐姐一结婚，咱们全都要给王妃娘娘行大礼。三妹满脸得意的笑。这话是怎么说的？咱都是一家人骨肉，哪还需要行大礼？但遇到大场面，规矩还是不能乱。方表哥连个正经官职没，哪有资格去什么大场合啊？唉，往后可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喽。我装作本分老实，顺势说：将来还得靠三妹妹提携，这就先拜见王妃娘娘了。说完，我朝她扶了扶身子。三妹这会儿才脸红，伸手推了四妹一把，说：全都是亲姐妹，扯这些干嘛？四妹撇了撇嘴，随便开个玩笑。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祖母在我跟方孝廉订婚后，塞给我非常丰厚的嫁妆，陪嫁清单足足厚厚一本，不光有许多白银、家具、绸缎、珠宝首饰，更有不少田地商铺。搁在平时看，豪门大户嫁女儿也就这样。我直接愣住，推辞说：祖母，这怎么行？这些应该是祖母当年的陪嫁和私房。你安心，这全是我给的，府里公账处那份儿也不会少你。早讲过不让你挨饿，往后手头肯定宽裕，能不能挣个告名，全得看你将来丈夫的本事喽。刹那间，我忍不住红了眼。上辈子我机关算尽，到头来究竟图个啥？其实好生活一直都在我手边。以前的我真的实在太蠢了。嫡母和三妹、四妹听说了这事后，心里都挺有怨言。但祖母的私产，老人家想给谁就给谁，连我亲爹也不敢多说半句。我也紧抓着生母双手宽慰。方家没啥老辈，我嫁过去直接就能当家做主。等我以后生了娃，便把你接出府一起过日子，我们孝顺您，给您安度晚年送终。生母双眼泛红说：可是我叹息，你都这岁数，还得在大夫人跟前战战兢兢的伺候着，难道这苦日子还没熬够？生母泪流满面。熬够了，早受够了，我的乖女儿，还是你机灵孝顺，往后我肯定对你和姑爷好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我也跟着红起眼圈。1个月后，三妹跟魏岭成亲。结婚这天，大姐病重，根本出不来见客。我跟四妹共同扶着三妹出阁，隔老远就瞧见魏岭满脸喜庆的走上前。我微微愣神，前一世我顶着红盖头，看不见他的神情，他当时也有这般欢喜。罢了，这跟我还有什么牵扯？等走近一看，魏岭突然间瞥见了我，
他脸色大变，接着瞅向穿满喜服的三妹。那一瞬，魏岭神情大变，脸色黑得吓人，周围气场冷得连四妹都慌神。这是咋回事？我低眉顺眼，清楚呢。直到旁人来催，魏岭这才拉着三妹缓缓离开。走到半路，他转过头，深深盯了我两眼，视线里满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深意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渐渐把心收回到肚子里。我才不愿管魏岭是不是记起前世，现在他和我再没任何关系了。三妹婚后回门那天，魏岭领着她一块回了徐府。她面庞虽然带着笑，但凭我对她的熟悉，这笑容非常假。吃饭时，三妹好像心情极差，魂不守舍，而魏岭好几次似有似无的偷瞟我。他的眼神十分沉重，我心底叹了一口气，找了个借口下了桌。刚走到走廊拐角，魏岭不知啥时候跟了上来，我守规矩往后退步。妹夫，魏岭的眼神黑漆漆的。妹夫，他抽了抽嘴角，背着双手说道：“本王有一事不明，还请你指教。你大姐生重病，按照规矩，亲事应是由你来顶上，现在怎么落到三姑娘头上了？”亲事已定，他问这些有啥用？问明白了又能有什么意义？我冷淡地看着他。妹夫要是没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魏岭猛地咬牙，死死拽住我的手腕。许之瑜，正巧这会儿，丫鬟跑过来找方公子到了，老太太让您去见见。我，使劲甩脱魏岭的手。妹夫，我的未婚夫来探望，失陪了。魏岭神情一滞，满脸震惊地盯着我。你几时定的未婚夫？我心底早就明白了，魏岭也重生回来了。但现在我干的这一切，难道不早就清清楚楚吗？我叹息一声，妹夫，我是你二姐，我的亲事跟你毫无关系。讲完，我扭头就走，只甩给他一个急匆匆的背影。丫鬟小声说：“小姐，王爷看您的眼神有点可怕。”我冷笑：“不用管。”进了祖母院子，方笑莲一瞅见我，双眼就亮堂起来。玉表妹，最近起秋风了，小心别冻着。我微笑说：“多谢表哥惦记。”晓得我爱吃广祥斋的糕点，方笑莲专门跑去排长队买了刚出锅的。祖母把糕点塞给我，笑着说：“嘴上说是孝顺我老人家的，其实他心里到底惦记谁，谁也不清楚啊。”话音刚落，满屋子的女眷全都笑出声。我跟方笑莲在哄笑声中互相对视一眼，都感觉心底像吃了蜜一样。婚期临近，我把所有事都筹划妥当，但半月后，嫡母突然将我喊进正屋里，神情严肃说：“想收你做侧妃。”这话一出，我的心脏猛漏半拍，一丝寒意从脚底直冲着脑门。愣神片刻，我才沉下心来，一字一句说：“女儿早就定过亲了，况且还是祖母娘家的亲戚。方家是衰败了，但好歹是许家亲属。方笑莲是有功名的文人，绝不是什么平头百姓。”嫡母脸色不太好看，停了停才说：“二丫头，母亲当然清楚你已订婚，但是誉王对你三妹妹其实很不满，刚刚他专门讲出来，说最开始看中的是你，所以想叫你以侧妃名分进府。你和之燕是亲姐妹，多个自己人多个帮手，姐妹俩伺候一个，也是一段佳话。”我差点直接冷笑出声，魏玲怎么能这么不要脸？我连正妻位都不稀罕当，更别说是当小妾。我狠吸一口长气，憋住眼底的嘲讽，说：“母亲，女儿要是图攀附权贵，早先也就没三妹妹的戏了，何苦要拖到现在？王爷的错爱实在没办法承受，请母亲替我拒了吧。”嫡母看我态度强硬，神情变得更加迟疑。其实我心底门儿清，嫡母这是怕三妹压不住后宅，大姐将来没法平白占便宜。二丫头，誉王讲了，要有你肯点头，将来王府后院全凭你做主，足见他对你是一片真心实意。你这样拔尖的长相，嫁给方孝伦太受委屈了。你要是怕老太太发火，我去替你求情，绝对不把动静闹太大。太搞笑了，想先从我嘴里拿到准信，然后跑去退方家婚事，即便是祖母，也绝不可能同意这等翻脸无情的做派。眼下誉王还没当上皇帝，朝堂很乱，伍子强储位，他虽然有几分优势，但最后谁赢还说不准。重来一次，我手里还有许多底牌。我静下心神，慢慢说：“母亲，父亲位居太傅，把庶出女儿嫁给王爷当正妻，外头早就传他押宝了。我本来就有亲事，不少人都知情。若是不顾脸面退婚，把我塞过去，别人会怎么想？外人肯定觉得咱许家把全部身家全押给誉王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要是誉王以后争权倒台，咱们许家难道要跟着陪葬吗？”嫡母惊得流下冷汗，她不让大姐嫁过去，也是怕誉王夺权风险太高吗？没等嫡母讲完，我出声打断：“誉王在咱们府里姑娘中挑挑拣拣，娶了三妹还不满足，现在还想要娶我。太傅府任由他予取予求，可还剩下一丝尊严。要是不小心闹出个皇族强抢民妻的丑事，咱们府里也会背上贪图富贵、卖女求荣的黑锅。”大姐将来病痊愈了，名声难道不受牵连？大姐可是嫡母的心头肉，只要牵扯她，
嫡母表情立马凝重，毕竟现在局势还没明朗，嫡母也没法子一意孤行。她皱起眉头，叹气说：“我懂你心里不情愿，但誉王殿下好像铁了心。母亲，三妹和誉王殿下才刚完婚，难免脾气不和，日子久了，自然能培养出恩爱夫妻的情分。这事女儿就全当没听过，你也别再提了。”嫡母抬头瞅了我一眼，想当场发作，却无从说起，只能憋着火气。让我再好好琢磨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扶了扶身，转身离开，踏出院门，被凉风一吹，我才发现后背的衣服全湿透。出了正院，我拐了个弯，直接跑去祖母屋里，把事情全抖出来。告状谁不会呀？祖母听完火冒三丈，当夜把父亲和嫡母喊过去狠骂一顿。你们两口子为了点荣华，连老脸都不要了！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，全都读进狗肚子里了！大丫头究竟为啥生病？得了啥病？你们敢说吗？她在外公家里舒舒服服的享清福呢，你俩心里打的啥算盘，我门清的很。千万别自作聪明砸了锅，算计太多，最后反而丢了小命。父亲听完祖母的痛骂，灰头土脸，狂冒冷汗。回房后婉言回绝魏岭，为了安抚他，父亲提出能把四妹嫁进王府，只可惜这回被魏岭拒绝了。事后祖母叮嘱我，婚期尽量往前赶一赶，早些嫁出门，早踏实。我郑重的点点头，抓紧筹备出嫁事。某天，我跟方笑莲去银楼挑首饰，走累了，他让我在茶馆歇脚，他跑去帮我买杏花糕。忽然间，包厢的门开了，魏岭黑着脸推门走进来。至于我想跟你聊聊。看来他始终不愿死心，一股挥之不去的恶心厌烦涌上我心头。我语气冷漠道：“我跟殿下没啥可闲扯的。”魏岭却步步紧逼，嗓音沙哑地说：“至于我清楚你重生了，否则你绝不会这么选。像你这样心高气傲的人，怎会心甘情愿下嫁一个普通的举人？”我看着他，瞬间有些出神。上辈子我们夫妻恩爱，熬过无数的难关，我曾替他挡下过毒酒，险些丧命。那时魏岭不管不顾地抱紧我，声嘶力竭地喊人救我。他哭得痛不欲生，赌咒发誓绝不负我。当时他表现得太深情，让我极其感动。但那些痴情全是虚无缥缈的假动作。等他见识了大姐的绝色容颜之后，全变了。现在回想，假如当年死了，是不是就不必承受后来那些羞辱？我把思绪从回忆中拽回来，诚恳说：“既然重新来过，殿下早就知道一切，肯定能比上一世更快夺下皇位。臣女在这里提前祝贺殿下万事如意，顺便提醒一句，我大姐许知轩还在等你，殿下实没必要强求我。”其实我对他来说根本是可有可无的。魏岭张了张嘴，眼神闪过一抹慌乱，停了半天，他才凑到我跟前。我知道你怨我，上一世确实是我亏欠你。你没亏欠我，上辈子所做的一切全是我自愿的。想博个高低贵贱，自然得豪赌一把。我自己押错宝，怪不得旁人。我只想提醒你，大姐因为我对你痴情，才故意装病，害得你俩没法长相厮往，白白耗费了5年青春。我冷笑，现在我大姐还病着呢，铁定是因为顾忌着三妹妹。这般感人的姐妹深情，殿下绝对不可以辜负。我大姐贪图富贵，好吃懒做，实际上她的心机并不深，无非是她生了张楚楚可怜的脸蛋。追忆当年，我连生了2个儿子，天天得操持王府的上上下下，难免不显得世故又老态。大姐却不染纤尘，活脱脱就像个下凡仙女般纯洁。魏岭并没被骗，他是彻头彻尾信了大姐的鬼话啊！听我这番话，魏岭神情反倒缓和了些，温柔说：“还在跟你姐姐吃醋，你呀，就是太好强了。”他想抓紧我的手，却被我甩开了。魏岭的语气低沉且自信说：“至于别倔了，我心里有你，从来没忘记过。我懂你心里也是爱我的。重活这回我发誓，皇后位置必是你的。你姐姐娇气，封个贵妃安享荣华就行。”我挑高了眉毛，这家伙听不懂人话吗？但魏岭依旧自顾自的诉深情。至于你千万别怕，上辈子你被人毒死，我全替你查明了，是你嫡母干的呀！他趁你不注意，在你茶水里投毒，我为了替你撒气，没理会你姐姐哭着求情，宰了她替你报仇。你死掉以后，我才察觉真的不能失去你，脑海全都是你影子。哪怕你三妹四妹后来都进宫，可他们谁也没法替代你。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呵斥道：“闭嘴！”魏岭愣住，我只觉得怒火中烧，冷笑道：“魏林，别再搁这儿替自己狡辩！我嫡母下的毒，要没你在背后默许和撑腰，他敢动手吗？”你见异思迁，贬妻为妾，纵容我嫡母要我老命，一句后悔就能把旧账勾销，一句痴情
就能掩盖你的薄情寡义？大大方方承认好色就罢了，这般巧言令色的狡辩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魏林脸色铁青，目光冷得像冰。许知玉，你矫情闹够了，就顺着台阶下来，不然当心弄巧成拙。都这地步，他还以为我在跟他赌气，真是盲目自信到家。魏林想要凑上前来，一道清瘦修长的身影挡在了我的跟前。方笑莲不卑不亢的拱手行礼。知羽已和在下订婚，还望殿下能自重。魏林眯着眼，眼神似刀般刮过方笑莲。区区一个小举人，也敢来跟本王抢女人？方笑莲丝毫不退让，伸手把我护在身后，说：就算是皇亲国戚，也不能强抢官宦女子，霸占妻姐。知羽，我们回去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跟着方笑莲走人。背后传来魏岭阴冷的声音：知羽，本王绝不会死心。回家后，方笑莲并没有追问我跟魏岭的纠葛，只叮嘱我安心歇息。他走后，我的心情越发焦躁。深秋时，落叶洒满一地，院子里更显凄凉。我太懂魏岭，就像他也懂我般，他是绝对不会轻易罢休的。虽说眼下他还不能拿我怎么样，可如果未来某天让他大权在握，我还能躲开朝堂，独善其身吗？到那时，只怕会连累到方笑莲。想到这层，等方笑莲再次登门时，我对他交代了一切。表哥，前世就像一场大梦，我曾嫁过一次玉王。我把前世的经历全盘托出，全部讲完后，脸颊早湿透了。咱们退婚吧。既然他不想放过我，那我也要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哪怕死，也不会让魏岭这个人家得逞。但我不想连累无辜之人。方笑莲安静地听我说完，听到退婚两字，终于按捺不住上前一步，抓紧我的手。他眼底翻滚着复杂滚烫的情绪。知羽，其实我全知道，上辈子我眼睁睁看着你含恨离世，却毫无办法。这辈子能重新碰见你，得你倾心，我早就高兴坏了。不管前头有什么刀山虎海，我都愿陪你一起闯。我满脸震惊看他，原来他也有上辈子的记忆，这让我更加确信是老天爷可怜我上辈子的惨状，给我重活一次的机会。坚决说，你我齐心，魏岭必完。有了方笑莲的帮忙，我的胜算就更大了。彻底冷静后，我开始仔细盘算上一世那些争权的内幕，没人比我更明白。有些事恐怕魏岭都不清楚我是怎么办成的。为了更明白的解释给方笑莲听，我拿笔画图，把眼前的局势理得清楚。魏岭看似势大，实际多疑冷血。他最大的弱点不在朝堂，而在后宫。当今皇后出身普通，而且没生儿子，所以皇上对她极其信任。上辈子我正是抓住了这一点，以庶女身份同情她的不义，步步为营，赢得了皇后的支持。说到这里，我眼中闪过一丝寒光。魏岭自以为胜券在握，可他跟三妹离心，就没人会去替他干这些事。其实也并非我小瞧三妹，但他根本没做这些事的胆识和勇气。上一世他定了亲，是翰林学士家的大儿，既清高又体面。但魏岭招他进宫当妃，他毫不犹豫地退掉了婚事，一头扎进后宫争宠。他跟我大姐何等相似，魏岭不愿对我放手。也许感情只占一小半，我对他的用处，他肯定比谁都清楚。到如今，皇后还是中立的，我跟方笑莲结婚后，能够找机会在他跟前露脸，只要稍稍讨好承恩侯夫人，不难办到。到时水滴石穿，我就能把这份支持送给我愿支持的任何一位继承人。方笑莲听得入神，目光中流露惊叹。至于要是男儿，必能成就一番大业。我轻笑，是女子，我也能行。如今我懂了，把一切全压丈夫身上，才是我最蠢的错误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这些关系是不能少的。探讨了一整个下午，方笑莲听得心服口服，最后她才开口：至于你想扶持谁跟魏林打对台？我拿起笔，在纸另一端郑重地写下了一个名字：贤王魏征。上辈子他仁爱宽厚，在百姓跟清流里威望极高，只可惜太讲究什么君子作风，在争权的关键时刻上总差了一点，最终遗憾惨败。但重活这事不同了，清楚未来5年内会发生的所有大事，江南的水灾，北方的粮草危机，甚至连皇上几时生出废立逆头，这些全是贤王上一世跌倒的地方，也是我帮他逆风翻盘的时机。哪怕魏灵也知道，那就看谁棋高一招。我抬起头，冲方笑莲说：等你考中进士，便找机会加入贤王的阵营，而我会在内宅跟后妃之间周旋。贤王妃是将门虎女，脾气直率。其实上辈子我跟她的关系挺好，这种人得用真心去交。我会找机会帮她拉近跟皇后的关系。看着窗外的天空，我慢慢捏紧双手，低声说：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我们要干的不光是自保，我要把这江山送到贤王手里。
灯花炸裂，发出轻微的响声。不知不觉，天色变晚。祖母派人来喊我们去吃晚饭。方笑莲站起身子，突然露出一个舒心的笑。不知为何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你。我紧张了好几日，此刻也终于憋不住笑出声。算计别人的感觉确实挺好。我很擅长这儿，但是替自己报仇，感觉比争权夺利更痛快。方笑莲微笑，轻轻拉住我的手，手心的温度顺着皮肤传来。至于你，我肯定改写乾坤。我点头，在祖母的操办下，我跟方笑莲顺利完婚。结婚前夜，三妹从裕王府跑来寻我，冷冷说：“你到底有哪点好，惹得王爷总惦记？劝你嫁给方表哥后，老实本分，咱俩姐妹以后再别见面了。”瞅着她怨恨的表情，我面无表情说：“三妹，我若想抢，哪有你今天？我劝你当心些。”三妹死盯着我，当心什么？我慢慢说：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别忘了最开始和誉王订婚的人是谁。大姐她真生病了吗？”你几个意思？我笑而不答，埋下一个疑点，随他自己去胡思乱想。自我结婚后，便放开手脚，在女眷里应酬。嫡母不理我没关系，祖母的人脉全是我的人脉，且各家各户的底细我一清二楚。重生一回，只会更加游刃有余。与此同时，方笑莲刻苦念书，隔年顺利考取进士，进朝当官。魏岭丝毫没把方笑莲放在眼里，经常趁我回娘家看望生母时跟我偶遇，劝我和离。我不动声色，叫他卸下防备。魏岭自认掌握了未来走势，志得意满的想要干一番大事，可他的狂妄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后头发生的事果然没他想象中那么顺利，没了我去暗中谋划，魏岭办事接连受阻，皇后娘娘不肯替他说话，不少机会甚至都没落到他头上。后来我听说魏岭跟我三妹经常吵架，他要求三妹替他四处拉拢，去皇宫讨好皇后，可三妹成天疑神疑鬼，好吃懒做，只顾着捞钱涨价，俩人越发貌合神离，互相厌恶。都说走错一步，步步错。过了3年，魏岭渐渐露出了败相，贤王那边却如日中天，局势反转，就连大姐许知怡也坐不住了。她的重病突然间痊愈了，嫡母又开始帮她物色婆家。得知方笑莲受贤王重用，她非要我给许知怡牵线搭桥，把大姐推荐给贤王当侧妃。这做法跟前世一模一样，被我冷脸拒了。嫡母这辈子就生了1儿1女，大哥本领平庸，在国子监里混20年，连个举人都考不中。嫡母就把全部希望全压大姐身上了，指望她攀上高枝，谁拦路就弄死谁。以前的我就是被她心狠手辣的给除掉的，现在弄丢了我这把趁手的刀。我倒想看看嫡母大姐能不能如愿以偿，没成想我还是高估了他们。大姐为了勾搭贤王，不知从哪本小说里抄了套路，跑去郊外偶遇，哪知连贤王面都没见着，就被贤王妃逮个正着。贤王妃出了名的脾气暴，力气超大，气得当场翻脸，一鞭子抽在大姐脸上，不光毁了容，更让她名声臭了。许家立马变成了整个京城的笑话。四妹本谈好了婆家，因为这事被退了婚，嫡母没辙，只好回头去苦求魏岭收下大姐。当年你俩才是未婚夫妻，现在这些全是误会。知怡只要个侧妃的位子就行了。魏岭早被朝堂的事搞得焦头烂额，哪有闲心跟大姐重温旧梦，只冷冰冰甩下一句：说病就病，说好就好。岳母这是把我当蠢货吗？大姨姐这般朝三暮四，好吃懒做，要是真急着嫁人，城门外有没钱讨老婆要婆当要饭的，嫁他们就行。嫡母如遭雷劈，彻底僵死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大姐毁了容，没了婆家和名声，变得疯疯傻傻的。她成天跟嫡母大闹，全赖你！要不是你贪图荣华富贵，非逼着我去勾搭贤王，我哪能落到这种地步？我本来能当王妃的，是你不同意，非要塞三妹去，你毁了我这辈子！母女俩竟然反了目，在大姐日复一日的咒骂下，嫡母中风了，瘫在床上一动不动，连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。父亲恨大姐不孝，加上她完全失去了利用点，把她扭送家庙去修行，永远不许再出门。我去探望过嫡母一回，她瘫在床上，可怜兮兮地盯着我。我明白，她是放不下大姐，大哥、三妹、四妹全指望不上，就想拜托我照料一二，一片慈母心，惹人可怜。可他们从头到尾都只想踩着旁人往上爬，把别人的命当成野草，手段太脏，让人恶心。我贴在嫡母边，小声说：“你瞧，你的宝贝女儿又比我尊贵到哪儿呢？”讲完，我笑着离开屋。这节骨眼想收他们母女的命，简直是轻而易举。但是我没下死手，因为他们活着比死了还折磨。随后的朝堂局势更紧张，魏岭越是急着翻身，越是容易栽坑。更何况我一直在旁边虎视眈眈地盯着。上一世他花了5年爬上了95之尊，这一世才过4年就彻底栽了。在这回的春季科考前，我揪出魏岭想在礼部试卷里暗做手脚。贤王顺水推舟，在金銮殿上当着满朝百官和皇上的面抖出了魏岭贿赂主考，打算偷改名次来安插心腹的铁证。没多久，江南水灾贪污赈灾营爆出，魏岭不管灾民死活，贪污自肥。贤王顺势联合文臣发动了致命一击。面对如山铁证，皇上对魏岭彻底绝望。
直接削掉王爵，流放到荒山野岭。临走那天，许家上下就只有我一个人来送别三妹。这辈子他还没算计过我，我专门给他备行囊，免得他在路上挨饿受苦。至于那魏凛，我是专门来看他一败涂地的惨状，看一场迟来的天大笑话。魏凛看到我满眼死灰，还在难以相信的嘀咕：至于不该这样，本不该这样的。我是皇家贵族，我是当皇帝的命。至于肯定能重来一次，肯定可以。我冷笑一声说：我知道你毁了，可我不愿接受，就像我这辈子的选择。去年我请了一位算命先生给他算卦，先生说，这人虽有帝王骨相，但缺乏福运加持，终究霸业会塌。须知天命早定，得贤妻辅佐或天赐良缘才是成事关键。换句话说，魏凛确实有当皇帝的命，但要是没我帮他转运，千秋霸业注定落空。上一辈子我以为自己只是他的贤内助，觉得他才是主宰，现在我全懂了。离了我的魏凛，就像一条丧家野狗，我才是那个真正掌控大局、呼风唤雨的人。回望京城，风起云涌。魏凛，胜者为王，你输了。